大家好，今天我要来讲一个超级特别的故事哦。故事里的主角是一种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奇妙动物。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水豚种玉米的故事吧。在故事开始之前，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哦。你相信吗？世界上竟然有会念经的动物？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呢？没错，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一些会念经的水豚。哇，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这么厉害呀？我们赶快来看看它们是谁。这种动物的名字就叫做水豚，也可以叫它卡皮巴拉。你看它们那个样子，是不是总觉得懒洋洋的，好像在发呆？其实这可是它们的大秘密哦。因为在这个故事里它们可是世界上唯一会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动物诶。不管是吃饭、睡觉还是泡温泉，它们的心里都在安安静静的念经呢，超酷的吧？不过它们这么平静的生活，好像快要出事喽。哎呀，发生什么事了？第2章，草不见了，水豚们好像遇到大麻烦了。对，就是这样。有一天他们一睡醒，揉揉眼睛一看，吓了一大跳。他们最喜欢吃的草竟然全部不见了！哇，这下该怎么办？没有草可以吃，肚子就饿扁扁，肚子饿就没有力气，那要怎么继续念经呢？这可是水豚们从来没遇过的大危机呀！但是呢，我们聪明的水豚们才不会这么简单就投降。他们很快的就想出了一个超棒的好办法，是什么呢？当当，第3章，来种玉米吧。他们就想说，对耶，我们可以学人类自己种东西来吃。那要种什么才好呢？想来想去就是玉米。你想想看，玉米又香又甜，咬起来还脆脆的，拿来补充念经的能量，真的是太完美。好，就这么决定了，水豚们就开始当起了小农夫。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这个故事最神奇、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哦。第4章，神奇的变身。他们种田的方法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哦。他们种田有3个秘密的步骤哦。第一步，先把玉米种子一颗一颗种到土里。第2步，当然就是要帮他们浇水咯。再来最重要、最关键的第3步来咯，就是发挥他们的专长。整个水豚家族围着玉米田，开始安安静静的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整个农场都飘着他们那种很平静、很温柔的念经声。那问题就来咯，你想想看，一颗小小的玉米种子，如果每天都听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长大，你猜猜看，它最后会变成什么东西呢？准备好听答案了吗？当然，长出来的竟然不是玉米，而是菠萝蜜。哇，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念的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结果玉米就真的变成了菠萝蜜耶！天哪，这也太神奇了吧！你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的时候有多惊讶吗？本来以为会长出一根一根的玉米，结果地上竟然长出一颗一颗又大又香的菠萝蜜，这简直就是魔法嘛！这也证明了他们念经的力量，真的好厉害呀！这个超神奇的发现，直接帮水豚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呢。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玉米可以千变万化，这就让他们变得超级好奇。他们想，既然念心经会长出菠萝蜜，那如果我们念念看别的经，玉米又会变成什么好玩的东西呢？于是，一场超有趣的科学实验就这样开始啦。我们赶快来看看他们的实验记录。哇，你看哦，当他们念金刚经的时候，玉米竟然长出了无敌铁金刚，也太酷了吧！那念普门品呢，
长出来的是一颗一颗的葡萄诶。哇，这个我最喜欢。你看，当他们念了九阳真经之后啊，玉米田里竟然长出了9颗太阳，是不是真的太好玩、太有创意了？就这样，靠着这个神奇的种田方法，水豚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这天开始啊，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只能吃味道淡淡的青草了。他们的世界现在充满了各种你想得到、想不到的美食。今天想吃葡萄当点心，没问题；觉得晚上太暗，需要太阳来照亮，也没问题。甚至还能种出无敌铁金刚来保护大家。他们真的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自己的未来耶。他们开心地说，从现在开始，不管我们想吃什么，只要找到对的经文来念，就什么都变得出来了。这句话就代表了他们那种快乐又满足的心情，他们再也不用怕肚子饿喽。好啦，今天这个好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咯。不过在结束之前，我也想留一个问题，换你来动动脑。如果水豚们今天突然很想吃糖葫芦玉米，你觉得他们应该要念什么经才能把它种出来呢？发挥你的想象力，好好的想一想哦。谢谢大家来听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